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，先来认识一下今天5位疗愈团的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7年非常玩7.2，我们要和有良心的人谈恋爱，过有趣的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曹鹤阳，情感生活遇烦恼，打开电视看爱宝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顶级浪漫不是霎时的花火，而是把名字刻进彼此的未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唐米娜，祝大家相爱容易，相处不难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婚前看缺点，婚后看优点，这放大镜啊变成望远镜，日子才能过得又甜又远。希望大家都有又甜又远的好日子啊！是。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2组嘉宾，他们的日子是遇到了点问题啊！来一起认识一下他们。来，请开门。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赵先生56岁，来自辽宁退休；陈女士51岁，来自辽宁退休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？我们结婚19年了，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女儿今年16岁了。这么多年，她对外人比对我们家人都好。出门在外，乐于助人，都是积德行善的好事。她对我做的事特别不屑一顾。她回家就像住酒店似的，对我冷冰冰的。我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。谁先说一说呀？我先来吧。好。这些年我和她在一起过日子，我觉得特别憋闷。有一年过春节的时候，她好几天也不回家。当时给她打电话的时候，她就支支吾吾的就说：“哎呀，我快了，我快了。”但是呢，过了好几天之后，她才回家。好几天啊！回来的时候我就问她：“你干啥去了？”完，他就说的有一个大娘是空巢老人，得了脑血栓了，他去医院去护理去了。完，他说的也被媒体报道了，得到了5000元的奖金。我说那钱呢？我看看。完，他说的钱直接呢又捐出去了。帮助别人，快乐之余。做好人好事是我这一生的追求。得到奖金的那一天，我全部捐了出去，1分钱没留。这大娘应该非常感谢咱家吧？大娘对她很依赖因为她经常去给大娘啊送水果啊，照顾大娘啊。后来大娘呢就认她为干儿子。那是现在呢，这大娘还好吧？身体？这2年大娘杳无音信了，因为呢大娘呢有个继子大娘名下有一套房子，那个继子呢害怕大娘把这个房子呢给他。完了呢，就把他这个继母就接走了，但是接到什么地方，我们现在找不到了。所以就咱一片好心，人家还防着咱是吧？对，我也经常埋怨他，我说你看当初咱也没往那上想啊，明明是咱就是说想帮他一下子，还让人家误会了。行，心生不满，有点埋怨哈。对，这还有啥埋怨的事儿啊？他这个人吧，经常做好人好事，也经常上报纸，也经常上电视，现在就有很多人找他拍电影。这个事我非常的不理解。我说咱做好人好事，就是一些正能量，就是说的力所能及的事情，用不着上电影。如果要上电影了之后呢，可能是被某些人利用了，商业化了，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。做人还是需要低调一些，不要是高调。所以他也很不理解我，老说我管他。我也不想拍电影，但别人他想给我拍呀，他说不是宣传你个人，是带动你身边的人学雷锋做好事儿，弘扬主旋律，传递正能量。他那个电影吧，有的人说的还让他去拉一些赞助，但是我还怕那个电影呢，他再拍不成，这个把别人的赞助款不就是给卷走了吗？因为这事儿吵架生气了吗？吵了很多次，年年有人就说以拍电影的这个话题去找他拉投资款。拍了没有呀？没拍。我说我还有很多好事没做出来呢，先不用着急，咱得低调。
这个老照顾别人，会不会这个有时候太累，身体也受点影响啊？有，我们家乡啊，有一次哈，烧到了56年一遇的大暴风雪。他呢带着他的团队哈，3天3夜也没回家，去扫雪去了。当时走的时候哈，穿的也不是说那么多。完我就担心他，给他打电话，我说的你赶紧回来吧，要不然回家多穿点衣服。我说的你再冻感冒了怎么办？他有的时候也顾不上接电话，回家了的时候感冒了，给他送到医院去了，打了好几天的点滴，家里头也花了很多的钱。完我就说，你说你本来咱家就不富裕，你说你又花了这么多的钱，你说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哎呀，这把身体也搭上，自己钱也得搭上哈。这搭钱去做公益，去献爱心，是不是这样的事儿也常有啊？对，那个扫雪啊，我要方便人民出行，我怕别人滑倒了、摔了啥的啊，把路面扫干净以后。人们这啥的可以正常上班工作。您这是一个自发的行为吗？啊，对呀，组织我们的团队的人。那您这团队人多吗？目前啥的是1万多人。1万多人啊，对。但是你们这个团队是没有经费的，是吧？啊，对，都有爱心企业家给我们赞助。是不是自己有时候也得出钱呀？啊，对呀，我钱都捐没了。但是我的人体器官都捐献了，都签完协议了。啊，你老公可真是个大善人哈！确实是，他刚才说把家里钱都捐完了。社区哈那些个树生虫子，完了也挡光，他就自己买大卡车，完还买那些个油具，完还雇工人，完去给人家修树去。修完了那树肯定是花很多钱呢。完我就说，你看你这钱为什么不能拿家过日子呢？过日子。管他要钱1分钱也没有，完了这就有钱了，很不理解。我看这树上啊，就是生虫子啊，我怕居民呐被蚊虫叮咬，他那个走道啊都不方便，还有遮光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，我们组织我们爱心团队去给修剪树枝，啊消杀。您们2位孩子应该挺大了吧？我家孩子去年上初3的时候哈。哦，初3啊才上。啊，面临着小中考嘛，同学都在补课，唯独于我家的孩子不补课。完，同学家长嘛也在问我说：“姐，你看看你家是差钱呢还是差啥呀？别人都补课，你家孩子不补课，说我们都为你家孩子着急。”完，我回来跟他就说：“我说看看给孩子补点吧，你马上要参加中考了。”他呢就说补什么补？人现在都不提倡补课，完你去补课去，是那样的话不补也一样啊。要是说的不是那样的，补课也补不上去。我认为啊，孩子学习好坏跟补课没有关系，所以我把那些钱呢都用于做公益活动了，啊，没有钱给孩子补课。啊，您说的最后这句话这是关键，反正咱是没钱给人上这课，是吧？是，而且愧对于孩子。这是关键点是吧，大姐？对，我非常非常的生气。我觉得作为孩子的父母哈，在孩子关键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助力一把。女儿和爸爸的感情怎么样啊？我家孩子小的时候哈，和他特别的好，但是现在哈，就有的很多的事情哈，孩子也不太理解，觉得他爸好像是有点傻。那这爸爸回家对女儿亲吗？他回家的时候哈，每天回家的时候就是看新闻。啊，完了，对孩子的学习也不管也不问，也挺敷衍的。完了，孩子呢就觉得习惯了，有的时候问说学习的咋样啊，孩子就说好，可好了，非常好。是啊，我回家晚，也总不着家是吗？对对对。那公益事业用晚上做吗？我起早贪黑呀，这得组织这些人员呐，晚上还得开会，布置第2天的公益活动。比如说去哪里，到社区啊，还到贫困户里，还到养老院，还有精神病院、孤儿院等等啊，这些啊，还有社会儿童福利院。那你不催他回家呀？每天，我也给他打电话，一打电话的时候哈，他有的时候他就不接，不接电话的时候哈，我就非常的生气。他一回家的时候，他还问我老给我打什么电话呀？完我就说大晚上给你打电话肯定是有事儿啊。那家里头有事儿，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，那你说的那这个家有你没有你，那有什么区别呀？有时候我开会呀，手机啥的也不方便接，有时候静音，所以接不到他电话，他也生气。哎，那您在外献爱心，回家呢，对家里边人热情不？不热情，冷冰冰的。对我和孩子，我就觉得好像我们俩欠他的似的。就回家就没个笑脸呗。哎，对。
那就像你们这平常会有一些你们的节庆的庆祝啊，什么送个礼物啊，好多家庭会有的这夫妻之间的这种沟通啊，老公因为忙总不回家呢，咱就送点礼物。他这个人好像不懂得人情世故似的。跟他结婚这些年，他没给我过过生日，也没过过结婚纪念日啊，什么情人节啊，从来没有过过。我认为呀，咱现在不需要过生日，就是把家照顾好就行了。那照顾得好吗？在外面啥的做这些活动啊，就奉献，在家里头啊忽略了，所以很对不起呀，我的爱人和孩子，心怀愧疚，就在这里说声抱歉，对不起，请多谅解。哎呀，大哥这个道歉态度特别来得快啊！这愧疚之心，他得变成具体行动啊！他有行动吗？他就是嘴上好，但是说一到实际上哈，一说做公益的，跑得比谁都快。去年我父亲过生日的时候，我说的我爸爸要过生日了，你陪我一起回家吧。因为我们家有很多亲戚啊、朋友啥的都去。他当时答应的可好了，但是等到过生日那天哈，他就说他有事儿，就去不了了。我就自己开车回家了。当时呢，亲戚朋友都问我说的，哎，你老公咋没来呢？哎，我说的他今天忙有事儿。但是说完之后，我心里头也很尴尬。面对着我的那些个亲戚哈，我就觉得哈无地自容。过了一些日子，我母亲过生日，我母亲吧已经卧床2年了，我就觉得这个生日可能是她过最后一个生日了。当时呢，他确实是陪我回家了。他到屋呢，转了一圈呢，他就说别人找他谈事儿，他又走了。当时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，很不是滋味。因为我爸爸妈妈供我上一回大学哈，就是说我应该多去回报一下我父母。可是呢，我和他结婚之后呢，我每天都在给他做饭，给他洗衣服，还要帮他带孩子。我就觉得他应该对我父母特殊的好，但是呢，我却得不到这种心理的安慰，哎，我就特别的生气，我就觉得跟他俩不值个儿。空巢老人、邻居大娘，您都能大过年的不眠不休的照顾好几天，自己丈母娘卧床2年了，您在床前尽过孝吗？我也去看过，由于我这个平时忙啊，是忽略了家里头，忙着照顾别人家大娘。怎么想的呀，大哥？你不觉得这表里不一吗？我合计没有大家哪有小家呀？没有小家哪有大家呀？应该是这个逻辑。是不是本末倒置了，大叔？做错了这个哈呢，家里头啊和外边都应该一样，要尽孝，百善孝为先嘛。他所有大道理来的特别快，你让他认错，立刻就认。但是你再回去再跟他掰扯这个事情，他还是前一个态度。你们结婚多少年了？我们结婚19年了。19年。那大哥，这个公益活动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？从小时候5岁做好事到现在，坚持50年。大姐在谈恋爱那一段时间也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知道他做公益。跟他搞对象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这个人特别善良，特别单纯。是。我觉得他特别靠谱，才嫁给了他。但是没成想过日子的时候哈，他却是一个很不靠谱。他是心不在家呀。对，怀孕的时候哈，我们去做产检嘛，他把我送到医院之后哈，到医院他不是得排号吗？他就把我扔到那块儿了。完我的上午排号的，下午才能做产检，一等就是等1天。人别人的夫妻哈，俺老公一会儿给爱人买了点吃的呀，买点水呀，我就一个人在那块儿傻等。等了也不回来，打电话就说快了。等我检查完事儿的时候哈，他还是不回来。后来我就生气呀，一气之下我就自己打车回家。那他干什么去了呢？那是去做好事儿去了。社区有一位老人需要上医院，给我打电话，完我就开着车就去了。您手下有1万多人呢，为什么必须是您呢？那会儿是不是说您妻子需要跟社区反映一下，我需要接受服务，我需要接受照顾，然后您和您的志愿者就会把这个产妇、孕妇送到医院了，是吗？自己的老人不管，我去管别人；自己的老婆不管，我去管别人。您跟大娘的继子好像没区别了呀？是啊，那时候啥的忽略了家里头嘛。在日常生活里头，您一定是对家人照顾的吧？会给他们洗衣做饭，就像您照顾那一些老人啊、需要帮助的人一样吧？不会洗衣服，也不会做饭。有一次哈，就是我接孩子回来特别累，我说的
哎呀，你不会做饭，那你煮面条会吧？完，他就烧了一锅水，一整挂面，他秃噜一下子全倒到锅里了。哎呀，我这一看，完了，这面条没法吃了。完，我就生气哈，我和孩子谁也没吃。他这个人特别节省哈，那一锅面条他吃了2、3天。那他什么都不会做，他在外头怎么帮助那些老人的呢？不会做饭，会干别的。所以您在家里也干点别的呢？我认为哈，他不是不会干，他就是说在家里头哈，我让他干活的时候哈，他是生气，他一整挂面都下在锅里，他那是在生着气在干活，在气我。这样的老公是不是结婚以后基本上你就一直很不满意？非常非常的不满意。我跟他俩也闹过，也打过，我们俩曾经也想离婚，离了2次，但是都没离成。咋就没离成啊？第1次的时候哈，我带着身份证、户口本还有结婚证，带着他去了民政局，他排的号。完等到轮到我们的时候哈，他和工作人员说他忘带了身份证。故意的吧？故意的。谁提出的离婚？他提出离婚啊，你就同意了？得配合呀。这会儿配合了，做家务那会儿，做饭那会儿不知道配合。反正这次没离成，还离过1次呢。还有1次晚上打电话也不接嘛，等他回家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俩吵起来了，闹起来了。我说这次必须得离了。他也说那没有办法，那你不支持我，也不理解我啊，那离就离吧。我说房子归我，房子是我自己买的，孩子归我，车给你，因为你平时做公益嘛，需要车。第2天我们俩大早晨起来就去了民政局了，这次证件都带齐了。到那一看呢，民政局搬家了，我就蹲在马路牙子，我说就嚎啕大哭啊。哭了一会儿之后呢，他拽住了我的手，说：“哎呀，媳妇儿，这都是天意，回家吧，我们俩好好过日子，一同呢见证孩子呢长大，你看看老天都在帮我们。”后来我觉得，哎，没有办法，这一辈子可能就是说为他而生吧，认命了。就想让我们劝劝他。多关心关心家里，是这意思吗？是。先生，你这张口就能说好多这个道理的人，这还用我们劝吗？现在自己顿悟了，在外面做公益慈善的同时啊，也要把孩子和媳妇儿照顾好。等等，你这道理都懂，你为啥不做呢？我想知道这个。就是合计把大部分时间呢都用在外边帮助别人了。家里就没有时间照顾他们了，以后就有时间了。现在就得外面和家里呀都得要照顾好啊。你信他吗？我不相信。这话是不是说了10几年了？对，道理我觉得都懂，但为什么这先生懂这道理，但是19年的婚姻从来就没有执行过，导致今天我们妻子忍无可忍来到现场哈，也听听老师们的解读和建议啊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这个能看得出来，这2位都是非常善良的，就是能够支持您在外面，就是19年的婚姻都支持您出去做好人好事。其实，这个大姐，我觉得她比您可能更有格局一些，因为她其实又要兼顾支持你的人生理想，她还要兼顾把这个家庭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。然后这个是我觉得2位值得肯定的地方。大叔，我觉得您有一点就是。整个上场的所有的表达非常的官方，你好像知道很多道理，但是你从来没有自己去践行过。你好像有一些所谓你自己的人生追求，但是你真正自己负起的责任，你并没有承担起来。我们有一句话叫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。我觉得一个人你应该先管好你自己和你身边的人，就是你爱你的人。你想要给这个社会的其他人都带来幸运，但是你给你身边的人带来不幸，为什么你的老婆就比别人少一点疼爱呢？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父亲的话，那我会觉得是不是我天生不配被人爱呢？你爱这个社会所有人，你就是不爱我和我的妈妈。我只替女儿说话，只替女儿发声，因为我是个女孩。您在外边做的好人好事，这个我给您点赞。
难呢。我们这位先生确实是为我们社会做出了贡献哈，为很多需要帮扶的人献出了爱心，这个是值得鼓励的。但我们节目是爱情保卫战，是保卫我们的婚姻和情感的。说实话，先生，我其实很生气。我就是站在这位女士，我和你感同身受。我管你在外面是什么风云人物，多少人采访你，你多牛，回家你就是我老公，回家你就是我儿子的爸。你做的不好，我就生气，怎么不能骂呀？我觉得你在家里就是做的不好呀。是。为什么把笑脸都给了外人，回家对妻子女儿冷冰冰的？你是真有爱吗？我们好多这个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也好，各方面的这个人士也好，他们的家人也都很支持，他们给家的时间也很少。但为什么好多家庭非常和睦、非常恩爱呢？即便人家有那么一点点时间，回到家里也是真正成为家庭的成员，才能顾好小家啊。你如果说我就只会一种传递我爱的方式，就是给这个社会，我不会和亲密关系当中的人产生深厚的情感，那您就离开他。但既然您选择了成家，对一个妻子、对一个女儿就要负责任。您太太真挺好的，从上场就基本上没给您摆脸色，基本上是笑着在说话，这笑里边都是泪呀，你给他造成的都是消极的感受啊。而且他内心是很纠结的。你看我老公吧是个好人，别人都说好，可是我老公吧对我来说就不是个好人，不爱我们。那我要不和他好，别人说我怎么和一个这么好的老实人、善良的人能处不好，别人还要指责我，他背负多少痛苦啊？你女儿背负多少难过呀？我觉得您要正视这个问题，否则真的谁跟您过日子都难受。我略微有点不同意见。在这一对夫妻里头，我觉得可能情绪受到压制更多的反而是大哥。他作为一个志愿者工作者，平时出去给人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至少都能得到一句感谢。人人至少都会知道说，这本不该你做，但你做了，谢谢你哈，你是个好人。他出去能听到这些，但是每一天只要回到家都能听到的是，你不做饭，你不拖地，你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，你爸生日你不回去，我产检你不陪我。因此回到家都面对苛责和否定，他只有转身出去接着帮助其他人，因为在其他人那里他好歹还能得到一丝认可。对于您来讲哈，我觉得姐姐的人生是善良有尺，忍让有度。你的善良的尺衡量的标准叫做你做了好人好事，大娘的孩子还把老人接走，以为你惦记房子，你看你吃亏了吧？你的尺衡量的是付出得有回报，回报如果不是有钱有名，至少别是骂我。但大哥不，大哥是我的善良的确没有尺，我做了，我当下救了老人了，然后奖励我的钱我也全用在他身上了，我觉得我帮助了人真好，哪怕后来他的继子以为我会争夺房子，我也不解释。在这一点上，他的格局的确比您大，而您在家里头如果老拿这个事儿来说他，就会让他感受的是，我本来就是在做志愿者，我本来就是在做无偿的献爱心，可是你天天跟我老在后头磨磨唧唧的说，看你得到了啥，看你自己最后都是遭了什么样的罪，这样反而使我的工作变成了一个有偿的。然后大哥会觉得我跟你交流不来，我宁可去跟我10000个志愿者的小伙伴们进行交流。这也是为什么他觉得您没有支持，而您觉得我支持的绝对够了，我既同意出了人，我丈夫，我还出了钱，我们的夫妻共有财产。但是因为你嘴上老跟他衡量付出和回报比，使他感受到的就叫做妻子没有支持够我。所以如果说今天要调整，不只是大哥，还有您自己，而您的调整在这个婚姻里头会更有用，因为您是首先不会离婚的，在这个婚姻里头能否感受快乐，就取决于您的一念之差。您在这一瞬间决定我要表扬我老公，你的老公今天就回到家感受家庭美满。你要决定在这一刻我要跟他翻旧账，你的丈夫哪怕是人人都歌颂的男人，他在你这儿都只能成了一个被矮化的、被唾弃的人。所以您需要调。对于大哥来讲，有一些自己的感受是要跟妻子讲的，不要害怕自己露出软弱。你也可以让你的妻子感受到，我能在外帮助人的我的丈夫，因此我很重要。最后还是要跟您强调一个什么呢？志愿者有5个原则，
不因志愿服务而疏忽家人，不因志愿服务而身心疲惫，不因志愿服务而苛求他人，不因志愿服务而烦扰对象，不因志愿服务而责备社会。对于您来讲，您苛责了自己的妻子，您疏忽了自己的家庭。以后以身作则，然后让自己的志愿者队伍都能兼顾好自己的小家，同时造福社会。说得太对，谢谢。我说经常说，我说不能理解就谅解，不能宽容就包容嘛。站在舞台当中的两位。其实调整都是从自己开始的，好不好？你们也思考一下啊，下来休息一下，我们看看这对夫妻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。来，请坐啊。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，刘先生59岁，来自吉林公司职员；曲女士57岁，来自吉林退休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情感问题无人倾诉，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，即刻打开微信，扫描屏幕2维码，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。每天晚8点，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，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。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。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。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？我们结婚35年了，有一个姑娘已经结婚生子。我们已经进入晚年，每每想起过去的这些事情，都让我无法释怀。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只好面对和解决它。为了这个家，辛苦了一辈子，一直选择容忍，让我都透不过气来。那谁先来讲讲呀？家里这事儿，我先来吧。好，从结婚到现在，我都没有方向了，我不知道应该是继续还是应该怎么样。35年找不着方向了哈。啊，当初结婚顺利吗？在他小的时候，他爸爸没了，他妈妈带着2个儿子，他父亲当时留了2套房，我大伯子1套，我们1套。然后我们这套吧，相对的大一点，也不大，62平。后来呢是婆婆要跟我们一起住。说实话哈，我们那个年代都不愿意跟说老人一起住，但是呢没办法，儿子孝顺，到结婚的时候打家具，我的父母那个时候开工厂，我们家条件算挺好的，
完我家也大，完说上我家来打来吧，这样还能省点钱。当时也是婆婆说买这些床上用品啊，包括这些东西，你跟我俩一起去。我说我不用，我说你就买就行，不用说买好的，买什么样的都行。当时买这些东西呢，都是挑最便宜的买的，这也都无所谓。因为我爸爸都说了，说咱们嘛不奔人家条件，就奔这个孩子，只要他对你好，我们老人也放心。其实两家的当时条件就不太一样，是吧？等于结婚，你们娘家出了更多的钱，这婆家就买了一些便宜的这种结婚的东西。对，是不是先生？对。但那个时候有感情也就在一块儿了哈。对。你是不是也没给人彩礼呀？那时候也没有。不行彩礼啊，不行彩礼，反正呢，这不是因为感情好的嫁了吗？是啊，那婚后呢，过得怎么样？婚后吧，就是我大伯子做生意赔了20多万，房子也抵押出去了。然后呢，老太太呢也没跟我商量，直接搬到我们这个62平的房子了。几口人啊？7口人挤在一个62平的，都生孩子了是吧？对。说你们7口怎么住在2居室里啊？我们3口人住一室，老太太住厅里，那个屋给那个大伯子3口人住。这7口人挤在62平的房子里，挺艰苦的。我大伯家是一个男孩，我们呢是个女孩，差1岁。老太太领着孩子下楼出去玩，夏天嘛买雪糕，买2个雪糕都给孙子，这个手拿的都化了，孙子这一个吃，我们的孩子就搁那瞅着。那你这事儿回来不跟你老公吵呀？跟他说也没用，他总觉得他妈不容易，带着他和他哥。所以这点点滴都在心里是怄着气呢哈。对，这一件一件啊，邻居都说你看你这老太太多有福啊，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多圆满呐。老太太不这么想，哎，我买一个鸡腿就让那个孙子吃，我们那个就跟着瞅。我当时看见我那眼泪哗哗的。天，那这当爹的这心里不难受吗？自己闺女受到不平等的待遇，也没啥办法，老人的想法我也左右不了，他本身就是旧观念。那你理解你媳妇儿心情不好吗？理解是理解，但是没法劝父母。因为你看这个条件，大伯子在一起就一个卫生间，上个卫生间都不方便。我们呢就不咋回来，就是在我父母家住，包括我也把他带回去。这样式的情况下，1分钱生活费也都不少拿，晚交一会儿都不行。他呢，就是从我们没结婚前吧，他就领同志，有几个人在外头挣点外快，然后呢，他也是贴补家里。因为本身我大伯嫂没有工作，再生个男孩啊，再加上我大伯子挣的也少，完天天回家还得喝点儿，抽烟，就这样。他回来，他妈又跟他说这月你怎么没按时给我呢？就是你额外挣的钱，然后他也是那边压他钱也没给他呢，他就跟他妈说这边也没给我结账，等我结账了我再给你。第2天早上他妈就觉得不对劲儿，我还没起床呢，他妈就开始骂上了啊，就说你看跟你结婚了，我儿子都变了，原来是到日子就给我钱，现在呢是给他要钱，他说没给他开，就是你给带坏的，你妈也没教育好你，你咋这么损呢？反正就总找我茬。哎呀，你说这日子我咋过？他在旁边啥反应啊？他上班走了，老太太不等他在家骂我，所以一直是你老公赚的钱贴补着一家7口人。对，但还不愉快。对，你也不工作是吧？我那时候孩子也小，就也没工作。对，那就一直这么一家7口一起住吗？现在是搬出来了。啥时候搬出去的呀？我们是去年。就一直这么几大家子人住一块儿，就这么住的。住了多少年？住了10年呢。那搬出来之后住的地儿是买的房啊，还是租的房啊？我们买的房子。又买了一套。对。那现在这套房归谁了？给我大伯子了。大哥也没给你们点钱？没有。可以啊，这胳膊肘全都拐向其他人哈。还有就是说买冰箱哈，我们冰箱因为是我父母陪嫁我的，当时呢是放在厅里，因为大伯子回来没地方住，因为把这个冰箱直接就是搬到我们卧室去了。然后呢，老太太看大伯那边没有冰箱啊，用也不方便，老太太就偷着给他们买一个冰箱。然后呢，老太太总给他们买点水果啊，各种蔬菜呀什么的。买水果呢，为啥放他那屋？是怕我们偷吃，
不想让我吃，因为说你妈家条件好，你们也不差呀，我肯定是不能搭你，得给我那个老大。就这样，人还生的孙子嘛。早上买的西瓜放冰箱里了，老太太晚上去取去，说也想吃一块哈，结果呢拿出来是坏的。老太太就问我大伯嫂，西瓜放冰箱里，早上买的怎么就到下午就漏了？这西瓜怎么就这么快呢？哈，她也纳闷儿。其实这个西瓜还是我大伯嫂放阳台上晒了，晒坏了，放冰箱里了。大伯嫂后来跟我说，你看他对你不好，其实我也可烦他了。我是把这个西瓜放坏了，放冰箱里了，我不愿意他总上我这屋捯饬来。后来呢，也是老太太喜欢这个孙子嘛，我们也不在家吃，老太太就给孙子买鱼呀什么的给孙子吃。那时候吧，吃鸡苦胆败火，完这鱼胆他以为也败火，给孩子吃了，完后来孩子夭折了，没抢救过来。对，现在呢是大伯嫂又生了一个女孩。那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是吧？也10多岁了。您的孩子也成家了吧？哎，我姑娘32岁了都。哇，这姑娘出嫁前就一直挤在这7个人的房子里。对，反正和婆婆也这么多年处不来，也搬出来了哈，搬出来总好点了吧？我父亲去世比较早，他确实是不容易。我呢还有能力，能贴补家一些呢就贴补家一些。我寻思我哥哥当时回来住呢，我妈妈跟我说了，但是我作为兄弟呢，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也不能让他住大街去，能帮他一把呢就尽量帮一把，尽快的让他走出来，我是这么想的。那你这个体恤你爱人的这个感受了吗？当时没有考虑的那么太周全。那这抛开说这个哥哥呀、婆婆呀这些事儿啊，就你们夫妻2个呢，彼此相爱吗？支持吗？互相？我们2个之间不存在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你们俩之间没问题。妻子觉得呢？觉得他现在的话来讲有点愚孝。其实你孝顺，我也不反对。就我父母也教育我说，老太太、老婆婆不容易，带着这2个儿子哈，给你们成家。但是说实话哈，但你得站在我的立场上啊，你不能说一味的你妈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多委屈啊，我搁家哪受过这气呀？你就换位思考一下，你要是我的话，你能像我这样吗？7个人住在一个家里头，多不方便，又是个大伯子，老太太总找我茬，她就觉得，反正我这儿子孝顺听我的，我怎么样，我儿子也不带跟我急眼的，但是我大伯子不行啊，你说我媳妇一句不好使，他就不敢惹。最严重的一次，我大伯嫂领孩子下楼出去玩去了，他们都没拿钥匙，他没拿钥匙进不去屋了，上我妈家去作去了。说到我家就说我妈啊，你怎么教育的姑娘啊？总结婚了都不回家啊，领着孩子搁娘家住，哪有这样儿媳妇啊？你们也不往家撵，又说我妈又说我爸，反正又把我一顿损。你说也太不讲理了。和你爸妈聊过吗？就是日子过不下去。我跟我妈也说过，我妈说的是一大家人，确实不方便，尤其夏天。完说那就回来搁家住吧，也孩子小，我妈也能帮我照顾照顾孩子。谁有家谁不愿意自己过小日子呀？真是的，我就因为这事儿，我就是现在我一想起来哈，我就是满脑子我就过不去，导致我现在呀睡不着觉。一想到过去，我就不能跟自己和解。就是30年前的事儿，现在还是消化不动，还是消化不了。想起来就生气，想起来就生气。他总说我那个跟他俩找茬。您婆婆身体还好吗？老太太是去年年底没的。我问一下您爱人啊，你妻子唠唠叨叨说过往是30多年的这种不愉快，是不是总说呀？是有点频繁。那你怎么去让人家把这个心结打开？你做了啥工作吗？我只能是不吱声或者躲出去。哎，在婆婆去世之前，她的心结这么难打开吗？在去世之前她没有。对吧？所以是因为对手不在了，突然一下，你每天自己在家里较自个儿的劲儿了，消失了。哦，是这个原因啊。有时候真的就自己就可委屈了，想想就哭一场。现在吧，我因为现在也退休了嘛，头2年是退休的时候被聘请去到我们当地的一个连锁的店去做管理。
我们整个吉林省吧，大概17家店，我也总出差，然后我就是回来的路上，因为也开车挺远的，有时候回来我就饿得挺饿了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我回家呀，你给我做点啥，我进屋就想吃上这口饭，跟他说挺好的，他也答应的挺好的，回家根本连火都没动，你说给我饿的哈，你说我还得现做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我也出去工作去了，我还挣得退休金。来说说为啥不给人做饭？平时吧，把钱都交给他，干啥吧，他总说我。做饭呢，说不是油大了或油少了，再不就是咸了淡了，总有事儿。所以说我就没做。就做多说多错多，是吧？对，不如不做。啊，那你其他方面好好表现一下呗。其他方面我应该没啥问题吧？怎么没有呢？现在他可冷落了，就是我跟他说话，他都不愿理我。起码去年我就拍广告，我有一个搭档，然后比我小，拍摄的地方吧，正好那个搭档从我家经过，然后呢他就接着我回来，拍完了他再给我送回来。他看见了他就不舒服，然后有一天呢，我这个搭档也说的姐呀，咱们找姐夫，咱们一起出去吃个饭，正好咱们也认识一下。吃饭这个期间吧，我这个搭档就说了，说姐夫啊，那个姐那个腿上那个痣啊，就是我正好有个朋友，就是说是开美容院的，到时候让他给看看是激光好啊，还是手术好啊，就是说让他疤小一点。完他听着他就生气，当时就撂脸子。不是，那您生啥气？您说说。他平时穿的一般出去都是穿的袜子。那个痣吧不容易发现，我认为他同事不应该知道他这个父子的位置。那他为啥知道呀？我觉得他关系不太正常。哦，就很隐私的事儿，让人家知道是这事儿吗？对，其实就是夏天都得穿丝袜或者是光大腿嘛，凉快。然后我就是始终穿这个厚裤子。完，他说姐呀，你怎么穿这么厚，不热吗？哈，完我说这不是我这个腿上有个痣，就是说那个爱美这面嘛，也不想把那个不好的面露出去。完，他说没事，正好我有个朋友开美容院，到时候我领你去看一下是怎么疤让它小一点。我这个搭档还跟他当个好事跟他说，完他就吃醋啊，是咋的？你说我这个年龄我能干啥？我要是想跑，我年轻我就跑呗。哎，这婆婆在的时候都没跑，现在对呀，那么苦的日子我都熬着。哎，听明白了，这个大姐这个退休以后生活很丰富，又是什么管理店，还要出差，还有拍广告，这个接起活来了，还有男搭档，是吧？所以大哥您现在还没退休呢吧？没有。所以你是吃醋了？所以大姐您今天来是干啥呢？是抱怨一下过往呀，还是有什么想法？我都觉得我哈跟他说啥他都不理我，就是冷暴力吧，也不知疼也不知热。我就说我跟他苦了一辈子没享过福，我就寻思我是何苦呢？你说我还有必要吗？我都没有方向了。懂了，您的没方向指的是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？对呀，不行咱就不过了。对呀，我自己过得能挺好，我何必跟他将就呢？您就直说呗。这个出去闯荡了一番，觉得外边世界很精彩。这老公反正过去也没给我带来什么好，以后看来也带不来什么好，不想要了。有这想法。完了，大哥咋办呀？人家都不想和您过了，您什么想法呀？我就感觉他最近对家里这一块好像是不太上心，太忙了，应该。那您是希望他别那么忙了？对，回来多照顾家一些。从小一起的夫妻到这个年纪了哈，其实我呢每天呢也是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儿，还能挣钱，是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儿？我忙忙碌碌总比在家闲着好，尤其这个年龄，是不是挺好的？是，你没必要说这个年纪了你还怎么又去觉得我又跟男搭档又怎么样了？你有这个必要吗？我年轻前我都没这样，我这个岁数我能干啥？您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你别管我在外边的工作，我是正常工作，正常赚钱，退休生活丰富多彩，你不能干涉我，这是第一个要求，是吧？还有要求吗？再一个就是说啥，我回家我要是说让你给我做点饭，我就不管咸了淡的，你得给我做。本身我跟你受这么多年苦，所以第二个这是要求，
也体会一下被关爱、被呵护的感觉，你多少得往这方面做一做，是吧？我其实没别的要求，只是这样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得回应一下，你别不理不睬。如果这2个要求他都做不到，这日子您就不想过了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大哥听明白了吧？听明白了。啊，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。大姐，我想问一下您，就是如果说你想离婚的话，你问过你闺女她咋说吗？我姑娘不同意，她说我爸虽然说不是那么爱表达，但是就是说我爸这么多年，就是没表达出来，肯定也是爱你的。你看，尽管说不像说人家那会说，他表所以现在那儿。其实你是跟你女儿表达过这个事儿啊，说过。我其实是坚定的支持您离婚的。我因为跟这个男人，我在前面压抑了20年，都没有受到一个合理的尊重和对待。你前面忍了这么多年，就算跟他继续过下去，我也不觉得你这个事儿能跟自己和解。我觉得女性应该被尊重，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、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和平等和尊重，让我们开始捍卫自己的尊严，捍卫自己的主权。我觉得你是真正的意识觉醒了，觉醒的并不晚。57岁的年纪，忙忙碌碌寻宝藏，这是我觉得人生刚刚才开始奋斗，非常优秀。我觉得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女孩，你也没有责怪她，你也没有怨恨她，甚至她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伤害你，她只是想去做她自己。大姐是上了咱们这节目，在刚刚才决定说出来，我有这个离婚的想法吗？对，之前跟她说过吗？没说，没说过。好，可以了。大哥，危险吗？危险。意识到他会说这些话吗？没有。当大姐说出去有工作，开始拍广告也好啊，干管理也好，您是支持啊，还是反对啊，还是无所谓啊？不支持也不反对，那就是无所谓呗。都念叨这么多年，您这会儿照顾情绪，难道不对吗？就是您不觉得这么多年您爱人很不容易吗？因为我觉得2口子之间这个情绪是互相给予的，就是一方面委屈开始有埋怨了，其实另一方就应该产生警觉了。哟，最近是发生什么问题吗？是我哪儿做的不对吗？你得想办法了解呀。就再大大咧咧的，为了日子过好也得这样吗？更何况这么多年的积怨留下来的。而且还有一个大姐，我跟您说，其实不应该听孩子的了，他已经独立出去了。我觉得这会儿您不要考虑任何因素，您就做好自己的决定。大哥这边我也劝一句，您也做好自己的决定。您如果只是为了他最近不怎么关心家里了而想继续这段婚姻的话，我觉得您好好琢磨琢磨，因为这样好不了。尤其这边事业越来越好，社交圈子越来越扩大，您先甭管他外边有没有事儿，但是人家的视野开始广阔了，人家不会再受你这个窝囊气了。你又不理我，你也不跟我沟通，你也不哄我，你什么情绪价值都提供不了我，然后你还要求我，您哪怕嘴甜一点说2句，服个软，人家都不至于这么大怨气。我其实听着挺糟心的哈，大姐不痛快，我觉得大哥也未见得就痛快。他但凡能够有能力解决，他肯定不愿意让妻儿挤在这么小个地方。他但凡有点能耐，他肯定不愿意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爱人搞得这么不愉快。但是过去30多年，大姐您可没有因为这个就不过了呀。这怎么婆婆都走了30多年过去了，您开始翻旧账了？您今天站在这儿用了80%的时间在数落过往30多年你的不幸，其实就一个目的，为了给你今天自由幸福的生活找点砝码。正常的逻辑是你对不起我的时候我就走了，你为啥没走呀？因为当年你们也是夫妻并肩过日子，相濡以沫，克服困难的呀。你们曾经是一条心的，他那条心还在，人家没变，好吗？您现在日子过好了，您就想把他抛弃了？您追求自我，有丰富的生活，我给您点赞，咱女性应该这样。但是你也得回头审视下35年的夫妻，一个老实人，一个有点窝囊的，但是对你忠心不二的男人，你发展了，他怎么办？您不要再抱怨他了，您也收回您对30多年这不停的唠唠叨叨，过去了。先生，我也得劝您一句，您爱人现在真的是走出来了，人家越活越精彩了，您也得加快一点步伐，该学做饭学做饭，互相拽彼此一把，停止抱怨，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，谁也别把谁落下，一个都不能少。
年轻前儿我没享受过什么福，那人也多，可能你没法表达。现在呢，咱们俩也搬出来了，你就不能跟我说点软话哄哄我吗？是我只要一句好听的话我就满足了，我不需要你做什么。确实，这个是您妻子表达的是她真实的想法，我不认为她是想离婚，她只是犯了跟很多中国不幸婚姻的女人里头通病，就是情感不会好好说，不会正向表达，明明只需要说一句老公我爱你，我需要你抱我，老公你给我做个饭，你做的饭最好吃了，明明是一句这样的话能解决的问题，他们会30年细说从头，从你妈对我不好，结婚给我的彩礼也少，你这一辈子都亏待了我，靠指责靠批评来换取老公能给她做晚饭和老公能抱抱她。年轻人也好，哥哥姐姐们也好，咱学会有爱、正向的、大声的、直接的说出来，千万不要拐弯抹角，不要好话反着说。其实姐姐只想要2样事情，一个是给我多点爱。我说我想让你给我做饭的时候，你不想做，你到楼下给我买2包子都行。他最难过的是，我跟你说了我饿，我希望你给我弄点吃的，但回来你什么都不做，他会觉得被忽视了。您不喜欢被忽视，您的妻子也不喜欢被忽视，所以听懂妻子的需求，他有的时候是想抱抱，有的时候是想让你说你爱他，有的时候是想让你夸她漂亮，有的时候是想让你告诉他，虽然咱今年50来岁，但依然有吸引力，所以老婆我真的会吃醋。你可以正确的表达这些。第2件事就是他要自由，这个自由也是这个年代的女性刚刚拥有的新脚本。他们在过去的人生里头，你也听到了，她说我有时候想离婚，但我妈妈不让。有过那么想放弃的念头，但是我握着人生的旧脚本的时候，我不能做那些事。我的人生就是伺候老人，照顾丈夫，把女儿拉扯大。现在女儿结婚嫁人了，我在社会工作的时候，我想得到一点点时间做我想做的事。我不是要得到离婚的自由，我也不是要得到跟别人发展暧昧的自由，我只是想得到继续受人尊重，在社会里头有社会角色，可以跟人进行社会性互动的自由。这个咱能给他吧？可以。然后最后提醒您的就是，当你的妻子不停地说这30年来你看我忍辱负重做了什么的时候，不是抱怨你，我得替他翻译一下。他想说的是，情况再糟糕我都不会离开你，我都那么爱你，我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因为一个外人离开你？他想说的话，有的时候您得仔细的听。你们俩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导致现在的结果，2个字儿：愚孝。丈夫是一个孝子，纵母戚戚；媳妇儿其实也孝顺，隐忍成疾。好可悲啊！你们现在回想起我们曾经30多年的感情，只有一句话是什么？我忍了婆婆30多年，说明我爱你。我因为爱你，所以我忍受不公。我因为爱你，现在我就把这个旧账翻出来说，让你来更爱我。30多年你们谈什么爱了？所以为什么妻子现在要跟自己和解？就是因为现在所有表面的矛盾都在隐藏着伤痕。其实你们当时如果但凡有一个人有能力知道什么是孝，什么是尺度，什么是边界，早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，而不是在婆婆去世之后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婆婆还在的话，你们不至于闹，还在维持着一个所谓表面的一个平和、完整、幸福的一种模式，都习惯了嘛。现在突然罩在你们头上的这个枷锁没了，你们不知道怎么好好过日子，所以现在所有的表现都是很正常的。而且我建议需要一个更激烈的表现形式，就是我们有一个仪式，你们2个人真的是要说一说这30多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。所以说你们俩真应该谈谈情了，如果他还在的话，这样才能有新的开始。老师们的建议你们也思考一下啊，待会儿我们门打开，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。那接下来请我们4位嘉宾都回到转门后来，请回。
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金云 App、天津 IP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。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完整的节目视频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2组嘉宾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。这第一对夫妻，他们的选择是怎样呢？请开门。你们商量好提啥要求了吗，大姐？首先，我父亲的生日每年他必须得去。我的生日每年他必须给我买礼物。哎，对，结婚的纪念日他也必须给我买玫瑰花。还要请我吃顿饭，带着孩子。能做到不？一切照办。希望你们在日后的这个行动当中，得到更多的磨合和这个情感的升华哈。好，美好发生怎能不看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。老公是个好男人，妻子也是个好女人，希望你们一对好人好好生活啊！谢谢你们，再见。谢谢。第2对夫妻也是要关爱来了哈，表现形式不一样，内核都一样。那看看他们的选择吧。来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情感问题无人倾诉，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，即刻打开微信。扫描屏幕2维码，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。每天晚8点，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，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。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。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。请开门。问题不大，他肯定也在，肯定还是会出来的。哎，哟，也是牵着手的。30多年的夫妻了哈，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此刻这些年风风雨雨，确实是很不容易。感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，谢谢。其实说心里话，我也不是说非得想怎么样哈，就是这个年纪了，其实没有那么多想法。年轻时候那么苦都过来了，后半生吧，咱们俩好好的，就是互相照顾彼此吧。美好发生怎能不看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。我感觉大姐想跟这个大叔就是再谈一次恋爱。文老师这个想法非常的好，咱们再谈一次恋爱，对吧？老母亲也走了，女儿也嫁了，就您2口子，咱再恋爱一把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祝你们恋爱甜蜜。好，谢谢你们啊，再见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